找麻烦也会找上你。生长在一兰小镇的阿信，家中经营水果行，他从小活泼好动，常常学着戏台上的演员们翻跟头。因为天赋不错，他成了学校体操队的一员。训练中，小年纪的阿信没喊过疼，也没喊过累，即使加入较晚，也快速跟上了队友们的训练进度。他弹跳力好，空中姿势漂亮，但是因为天生的长短腿，阿信落地常常不能保持平衡。一次比赛中，队伍里的种子选手小树在赛前热身时不慎扭伤了脚，作为替补的阿信便顶了上去。教练叮嘱他不要紧张，就当是在训练，只要不摔个狗吃屎就可以。但这一次，阿信却颠覆了大家的看法，稳稳落地，漂亮地完成了比赛，拿到了他人生中第1枚金牌。至此，阿信10年如一日地坚守着自己的热爱，在训练中频频受伤，他也甘之如饴。但随着渐渐长大，他的长短腿愈发明显，母亲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，常常指责阿信为什么不能像弟弟一样认真读书，偏偏要执着于他可能并不适合的体操。终于，在全国赛前夕，母亲找到了阿信的教练，希望他让阿信退出比赛，并指出阿信先天不足的问题。在他的坚持下，教练将阿信踢出了参赛名单，阿信也因此对母亲颇有怨言。至此，如母亲所愿，阿信留在家里照看水果行的生意，但却愿意和母亲交流，弟弟成了2人之间的传话筒。放弃体操后，阿信陷入了迷茫，他报复似的开始堕落，和死党菜谱混起了帮派，整日在街头打打杀杀。意外的是，每次帮派群架时，阿信都能将体操那一套学以致用，融会贯通，打起架来如有神助，因此总能在乱斗中出奇制胜。阿信四处约架期间，担任 BB Call 电话秘书的女孩十分好奇他为什么每天要打打杀杀，便偷偷记录了阿信的传讯内容和胜败次数。阿信又何尝不厌倦这样的生活？以前练体操他没喊过累，但现在为了麻痹自己整天打打杀杀，他确实累了。这些日子，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阿信才会直面内心，偷偷跑到空无一人的训练场。只有在这里，他才是真的自己。阿信和菜谱时常光顾小树家的夜宵摊，小树从小到大都是一张臭脸，2人虽是多年的队友，但也许是气场不合，交流甚少。这天晚上，几个混混来到小树家的夜宵摊，为首的是黑帮老大之子木瓜，几人骂骂咧咧赶走食客，还试图对小树动手。一旁的阿信和菜谱出声阻拦，木瓜没再动手，扯着嘴角笑了笑。第二天，木瓜带着人来到阿信家的水果店，他很欣赏阿信和菜谱的胆识，提出让2人跟着自己混，肯定比卖水果有前途。阿信和菜谱没有理会，拿了2个木瓜打发走了他们。小树找到正在洗车的阿信，希望他能回到体操馆。体操选手一辈子只有一次巅峰期，如果他再不回去就来不及了。阿信却嘴硬自己现在开心得很。小树告诉他路是自己选的，不要怪别人。听了小树的话，阿信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来到体育馆的杂物间，偷偷看着正在训练的小树。阿信心中的苦闷无人倾诉，他想起了 BB Call 的女孩，便打去电话约女孩晚上一起看电影。女孩上班时间不能和客户闲聊，他问阿信每天除了打架和玩，还有没有更有意义的事做。阿信无言以对，悻悻挂断了电话。菜谱来到舞厅，却被木瓜撞了个正着。菜谱准备离开，木瓜将他按在座位上，随后掏出1小管安非他命给他。这晚之后，木瓜染上了毒瘾，整日浑浑噩噩，人不人鬼不鬼。阿信这时还没发现异常，菜谱便谎称是因为熬夜才这样，并让阿信晚上陪自己去跳舞。2人来到舞厅，木瓜和一众小弟也盘踞在此。看到阿信后，木瓜再次上前挑衅，问他会不会跳舞。人群围出一个舞池，木瓜一顿尬舞。阿信并不会跳舞，周围的人都在起哄。菜谱提醒他用体操那一套，阿信闻言便展示了几个体操动作，周遭喝彩声一片。木瓜见状摆了好大一个架势，结果一个前滚翻将面子丢得一干二净，他只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离开。那1小管安非他命很快就被菜谱吸完，他找不到门路，只能向木瓜低头，希望他能再给自己拿一点。斗舞仪式让木瓜颜面尽失，他狠狠教训了菜谱一顿后仍觉得不解气，便让菜谱把阿信叫来。阿信收到留言后来到夜市，这个点摊贩们早就收工，一个酒瓶砸在阿信头上，得手后木瓜带着小弟们蜂拥而上，阿信寡不敌众被制服。躲在暗处的菜谱悔恨交加，却又无法脱离安非他命的掌控。就在木瓜拿着棒球棍打向阿信的时候，菜谱天人交战后跑了出来，一酒瓶砸在了木瓜的后脑勺，木瓜应声倒地。阿信见状赶忙拉着菜谱逃走，2人浑身是血，慌慌张张跑回家。弟弟和妈妈担忧地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阿信气喘吁吁地说死人了，随即收拾东西准备跑路。妈妈没再多问，塞了一把钱给阿信，觉得不够还将手上的镯子摘下交给他。一阵急促的拍门声响起，阿信把奖牌留给弟弟，便带着菜谱从后门离开了。2人扒上一列开往台北的火车，一路上相顾无言，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找了间旅馆栖身，阿信打电话询问有没有自己的留言，电话秘书告诉他，木瓜的爸爸黑松对他下了追杀令，弟弟留言让阿信照顾好自己，还有一个来自陌生号码的留言，告诉他要有耐心，一定会有出路。为了生活，阿信和菜谱找了份适应生的工作。阿信学会了低头，菜谱却被安非他命侵蚀，时常处于兴奋状态。
因而惹上了一个到店里消费的老大疯牛。阿信向疯牛道歉认错，菜谱却直接拿出刀插在自己大腿上，一刀不够再加一刀，简直比疯牛还疯。气氛焦灼时，店里的老板坤大出现解了围。俗话说狠的怕不要命的，坤大需要菜谱这种不要命的人为自己卖命，遂将二人收为小弟，并拿100万让两人帮自己解决掉疯牛。菜谱已经没了思考能力，当即应下。阿信拒绝了坤大将钱推回去，如果真的迈出为钱杀人这一步是会万劫不复的。才出龙潭又入虎穴，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。两人在天台吹风喝酒，阿信说自己住不惯台北，想和菜谱一起回宜兰，有什么事两人一起担着。菜谱想留在台北，他要做老大，到时候换他罩着阿信。清晨，阿信从沙发上醒来，菜谱不知所踪，桌上是坤大的100万，还有菜谱留下的一封信以及贴身玉佩。信中写道：为了安非他命出卖阿信，他一直很内疚，钱和玉佩请他转交给自己老爸，再转告女友，让他忘了自己。最后还嘱咐阿信回宜兰好好练体操。好吧，我共轨，想哭的时候就倒立，这样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。这是一封绝笔信，菜谱没想能活着回来。他拿着刀找到正在餐馆吃饭的疯牛，眼里是无所畏惧的决绝。但菜谱到底不是什么万军取手以一当百的人物，他没能从疯牛一众小弟的围攻下全身而退，还将命也丢在了这里。等阿信赶到的时候，菜谱孤零零地躺在雨中，已然没了生机。阿信痛失挚友后心灰意冷，孑然一身的他决定不再逃避。料理完菜谱的后事，便返回宜兰。台北他终究还是住不惯。阿信找到黑松，想要解决两人之间的恩怨，却意外发现木瓜并没有死。他心里翻江倒海，如果菜谱知道他并没有杀人，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黑松是个讲道理的老大，他知道是木瓜背着自己卖毒，也知道是他挑事在先，但儿子被人打了传出去确实不好听。黑松问阿信，明知道自己不会放过他，为什么还敢回来？阿信坦言他想回来重新练体操。黑松探究地看了看阿信，最后表示给阿信1年时间拿到金牌，否则就丢他去喂鳄鱼。阿信重返体操队，教练十分欣慰，但长时间疏于训练让他体能下降，教练便让阿信先去跑操场。等阿信精疲力竭的时候，木瓜挥着棒球棍追上来要教训他，阿信马上回血跑了起来。此时教练正和黑松站在窗边闲聊，原来黑松年轻时也是体操队的一员，和教练是多年好友。这次之所以能轻易放过阿信，一半原因是看在教练的面子上，另一半则是出于对阿信个性的欣赏。阿信和木瓜追追打打，两人冰释前嫌，化干戈为玉帛。阿信也开始努力训练，克服自己的先天不足，为年底的国际体操邀请赛做准备。但是人最难战胜的本身就是自己，何况还是有缺陷的自己。阿信一度有些迷茫，他打电话给 BB Call 的女孩，女孩曾经也是一个游泳运动员，却因为一些原因放弃了梦想。他很羡慕阿信能坚持自己的热爱，并鼓励阿信一定要坚持下去。虽然两人未曾谋面，但女孩一直是阿信心中的温暖所在。阿信在训练中撞伤了头部，从病床上醒来后，他想起了自己去世多年的爸爸，种种记忆涌上心头。阿信在遭遇如此多变故后，第一次发泄般的失声痛哭。从台北回来后，阿信就一直住在体操馆，他还是不愿面对妈妈，不肯原谅他逼自己退出体操队。教练将一双特制的体操鞋拿给阿信，用来弥补他的长短腿。阿信十分感谢，教练却说他该感谢的是自己妈妈。阿信小时候的过小儿麻痹，妈妈一直自责没照顾好阿信，便10年如一日帮阿信按摩他的腿。如果不是妈妈，阿信的左腿会萎缩的比现在还要厉害。阿信闻言思绪万千，哪有父母不爱孩子？他放下了一直以来和妈妈之间的隔阂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此后，阿信开始夜以继日的加紧训练，用更多的努力和汗水来换取和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机会。国际体操邀请赛如期举行，到场为阿信加油的除了他的家人，还有黑松木瓜几人，以及一直在电话中鼓励他的 BB Call 女孩。女孩辞掉了电话秘书的工作，坐着轮椅来到比赛现场。最终在所有人的见证下，阿信战胜了自己，夺得了全国跳马地板金牌，他的人生也回到了自己手中。